在中国2000年来所有开国皇帝中，很少有赵构这样的人物。其他开国皇帝都以雄才大略闻名史册，他却有完颜构这种雅号，讽刺他卖国。民间小说家讲他是被秦桧玩弄的大傻缺，历史学者也不遗余力骂他是昏君，但这些说法其实不对。大家想想，一个昏庸无能的人，怎么可能熬过乱世，开创南宋王朝？很少有人注意赵构所拥有的高超帝王术，他以光杆司令的窘境重建帝国武力，其帝王心术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今天就与大家聊聊赵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北宋末年，公元1125年，一只狐狸坐在了皇帝的御榻上。这个被宋史煞有介事记录的诡异事件，被当时的人看作一个不祥之兆。后来的事实证明，历史冥冥之中确有定数。狐狸事件的2年之后，金军攻入北宋首都汴梁，皇帝被俘，其余宋人仓皇南渡，后世将之称为靖康之耻。1127年，宋徽宗第9子赵构登基，是为宋高宗，历史从此进入南宋时间。当时金人正在谋划再次南下，要将刚刚立国的南宋扼杀于摇篮之中。而经历了靖康之变的中华大地上，各路武装部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些人中有打着宋朝旗号的义军，有自己另立旗号的贼军，还有投降了金国的鲁军。但哪怕是拥护宋朝的义军，对赵构来说也不是自己的军队，他还是不放心。此时的赵构空有皇帝名分，却没有多少嫡系的军事力量。他一个光杆司令，面对的却是各路军阀山头林立的状况，他如何才能重建军队，真正掌握全国最高权力？这个时候，雪中送炭的人来了。刘光世，人送外号刘跑跑，大军一来他就跑，因此得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刘跑跑，却名列南宋中兴4将之一，力压岳飞、韩世忠位列7王之首。他究竟有何神奇之处，能让宋高宗赵构对他另眼相看？公元1127年，大金围困汴梁，当时的敷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奉命率部骑3000人马勤王，人还没到就被告知不用救了，汴梁已经没救了。汴梁被金军攻克后，无处可去的刘光世动了投奔赵构的心思，于是率部前往济州，刚好堵到了登基没几天，正前往南京应天府的赵构。此时的赵构刚刚创业起步，正是装备不足的时候，和光杆司令也差不多。没想到居然会有一支人马主动示好，不由大喜过望，真是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赵构当即任命刘光世为行在都巡检使，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可见刘光世虽然打仗不行，但颇有政治头脑，知道战队比打胜仗更重要。而且刘光世也不是一无是处，将门世家出身的他可谓是带资进组，为赵构奉上不可多得的人脉关系网。比如刘光世的老婆可是大有来头，她是向太后的亲侄女，而向太后是宋神宗的皇后，她曾参与拥立宋哲宗、宋徽宗2位皇帝，在朝中影响力巨大。而刘光世凭借这份关系，也算赵宋皇室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再比如苗刘兵变时，叛军领袖刘正彦此前正是在刘光世推荐下出任军职的。他们发起兵变，要求宋高宗赵构下台，折腾得正欢时，骤然得知刘光世也加入了平叛阵营。刘光世一出场，一部分叛军竟然打都不打，直接倒戈了，可见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刘光世虽然好用，而且有雪中送炭之功，但赵构还是对他横竖看不顺眼。而这其中最让我们宋高宗恨得牙痒痒的，莫属他在扬州城被下到阳痿的事了。这是和刘光世脱不开关系。前面说了，刘光世绰号刘跑跑，遇见敌军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金兵南下时，赵构正在扬州城里寻欢作乐，而刘光世直接丢下扬州，跑去了盐城，留下不设防的扬州，直面金人兵锋。这边赵构搂着妃子正乐呢，一下子听到金兵已经打过来的消息，乐不起来了，从此一辈子都没能乐起来。这让赵构怎么不恨呢？何况对赵构来说，刘光世显然不属于自己的嫡系，因此赵构即位后，开始从基层提拔有潜力的嫡系干部。南宋中兴4将的其余几位，张俊、韩世忠、岳飞就登上了历史舞台。韩世忠首次亮相是在苗刘兵变，当时韩世忠的妻子梁氏身在宫内，得到太后授意，第一时间联系了丈夫。
韩世忠在秦王过程冲锋在前，堪称平叛的绝对主力。赵构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然后反手提拔了张俊来制衡韩世忠。张俊则是苗刘兵变中第一个带兵秦王讨伐叛军的武将，此后同样立下赫赫战功。他相继参加了四州之战、藕塘之战、亳州之战、浙高之战等，战绩不俗。而老辣的赵构却像个花心的渣男，又一次故技重施，迅速从基层提拔了岳飞来制衡军功过高的张俊。从中兴四将这份名单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赵构在逐步以旧换新麾下将领，通过不停扶植新生代嫡系将领，赵构不动声色间完成了军权的分割和制衡。而最晚登场的岳飞的遇害，则是赵构掌握帝国军队的最后一步。凭良心说，赵构也没想到他和岳飞会走到这一步。这本该是一个伯乐10千里马，君臣相宜的故事，然而一系列变故击碎了他们之间脆弱的信任。这就不得不提到淮西兵变了。兵变的起因是赵构准备罢黜刘光世，把刘光世手下5万大军送给岳飞。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谁知道赵构低估了刘光世这个旧人在军中的影响力。刘光世走后，军中迅速发生了哗变。刘光世所部5万2千人，除了王德嫡系的8000人外，基本被策反。随后裹挟数十万百姓一起投向伪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淮西兵变。淮西兵变前，南宋抗金形势一片大好，但淮西兵变直接导致南宋两淮地区的防线濒临崩溃，长江下游瞬间门户洞开。但感谢宋金辽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南宋和金国属是一对不相上下的卧龙凤雏。此时的金国内部也在搞政变，没空南下侵略，所以赵构幸运地躲过一劫，没有直接从开国皇帝变成亡国之君。前有刘苗兵变，现在又发生了淮西兵变，赵构愈发不信任武将，坚定了以文治武的基本国策，而且突然对手下有好几万人的岳飞不放心了。岳飞这边呢，原本能得到刘光世手下这5万人，一下子煮熟的鸭子飞了，皇帝还不满他，他还更不爽皇帝呢。一气之下，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岳飞挥毫写下3个大字：不干了。他甚至没有等领导批复辞职申请，脾气急躁的岳飞就擅自弃军辞官，去庐山为王母守孝了。后来赵构甚至3番5次低声下气请他回来，岳飞都爱答不理。最后赵构没办法了，派岳飞的2位副手上山劝架，暗示说别无选择的话，朝廷就只能换将。岳飞这才下山。淮西兵变导致南宋两淮局面的暂时崩溃，张俊的彻底失势和岳飞与赵构的首次反目。但赵构重新确立宋以文治武路线的决心不会改变，只是执行者从张俊变成了阴毒的秦桧。史上最大的冤案由此爆发。以前网上有酸民喷过岳飞，但喷来喷去也只能说他战绩造假。诚然，我们今天读到的关于岳飞的故事，很多都来源于他的孙子岳珂。比如今人感慨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还有金兵管岳飞叫岳爷爷，还有诛仙阵以500骑破10万拐子马，都出自于岳珂之口。说实话，确实太夸张了。但即便把这些夸大的地方都排除掉，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岳飞确实打了胜仗，岳家军的战斗力确实是南宋第一，岳飞的人品也确实没话说。哪怕是死敌秦桧整理他的黑材料，一通捕风捉影，也没整出什么个人生活的劣迹。来自敌人的肯定必然是最真实的。一个既有战绩还有人品，而且敢于在国家危难之际站出来的勇士，当然可以称得上英雄。但是岳飞人品没问题，不代表他性格没问题。南宋人评价起岳飞来，也都是一边称赞，一边也点出了他的不足，主要是他的性格问题。比如朱熹就说，岳飞在武将中是顶尖的，但性格也最横。横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前面说了，岳飞感到不爽，直接辞职走人，这还只是小事，赵构未必会因此记恨上。更严重的一次冒犯，则是岳飞触碰了绝不该碰的君王禁忌。他竟然写奏章劝说赵构立储，甚至当面把奏章念给赵构听。我们当然相信岳飞没有私心，但一个手握10万重兵的大将就不该碰这种敏感话题。赵构本来就对武将有疑心病，又经历了2次兵变，留下深重心理阴影，此刻怎么可能不动杀心？更让赵构无法忍受的是岳家军的名号。这固然是百姓对岳飞的爱戴，但落在宋高宗眼里，
却是军队私有化的危险信号。对一个皇帝来说，亡国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国还没亡，权力就不是自己的了。在当权者眼中，就算你有满腔家国情怀的热忱，可拥兵自重后，屠龙少年难免不变成下一条恶龙，下一个安禄山。于是宋高宗在相继平定南方乱匪和击退北方金兵后，贯彻落实了崇文抑武的祖训，也开始筹划着剥夺各位统兵大将的兵权。可能有人会问，不是还在打仗吗？把兵权削了还怎么打仗？我们的大聪明赵构呵呵一笑，这还不简单，不用打仗就好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宋高宗和权相秦桧在北方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停战，并与金国主动媾和，甚至摆出一副奴颜婢膝的姿态。而金国主政的完颜宗弼提出的议和附带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杀死他的死敌南宋名将岳飞，然后和议乃成。为了屈从金人，宋高宗决定自毁长城，以12道金牌下令岳飞从前线班师回朝。绍兴11年11月，宋金双方议和达成，宋向金称臣，耻辱性自称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此后，宋还向金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并将淮河和大散关以北的土地永久割让给金国。而作为议和的附带条件，绍兴11年12月29日，岳飞被秦桧下令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这里又体现出赵构的聪明来，他才不会做这种脏了手的活，要遗臭万年的是秦桧，和我赵构有什么关系？因此赵构从未下旨处死岳飞，那都是秦桧先斩后奏。等岳飞死了半个月了，秦桧才补填了一份圣旨。赵构这么干的目的，无非是给自己留余地，日后可以说一句朕是被秦桧蒙蔽的。这一招还被后世的皇帝们学了去，比如明朝的嘉靖任用了大奸臣严嵩，清朝的乾隆任用大贪官和珅，都是这个玩法。群众都愿意把皇上想象成一个糊涂的好人，干坏事也是上了奸臣的当，而皇上也愿意让群众保持这个幻觉。赵构就宁愿被认为是昏君，也不愿被认为是恶毒的暴君。这不仅仅关系到个人形象问题，也隐藏更深一层的帝王心术。如果日后需要为被杀的忠臣平反，总不好意思承认是朕错了。如果是被奸臣蒙蔽了，那就好办多了，把奸臣杀掉就可以了。毕竟被人骗了还可以改，自己坏怎么改？在宋高宗自毁长城后，金人放回了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韦太后临行前，宋钦宗赵桓哭着拦住韦太后车驾，仰面躺在地上耍无赖。宋钦宗哭着说：“幸与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求太后让秦桧秦丞相出面跟宋高宗说，让他们来救我，我也不想当皇帝了，只能找一个郡县养老就足够了。但宋高宗并没有意愿接回这位曾经的兄长，因为在宋高宗赵构看来，仍然活着的宋钦宗如果南归，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与其如此，还不如让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在金人手里死掉好了。赵构的刻薄寡恩，想必大家都看清楚了。但他在乱世中一边重组军队稳住阵脚，一边有条不紊地完成削藩，将在乱世中崛起的军头们牢牢拿捏，其帝王心术之高，也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正如南宋词人陈亮在一首词《登多景楼》中所言，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赵构这些精巧的帝王心术，不过门户私计。金人虐杀他的父兄，奸污他的母亲姐妹，他都可以忍，而岳飞稍微横了点，他却不能忍一下。他心里可曾考虑过天下苍生？他所做的事可曾为百姓谋福，为万民请命？然而人民终究会看清他的真面目，最终机关算尽，也不过成全了门户私计，还留下历史上的千古骂名。